最近呢，关于台海局势的新闻非常多，这不只是政治新闻，而是货真价实的影响着全球的资本市场。A 股、港股、美股科技股都出现了明显的波动，黄金、原油的走势也开始出现了联动，整体市场变得更加敏感，更容易受消息面的影响。我的很多会员问我呀，台海这么紧张，我们普通投资者要不要担心？我们需不需要调整自己的资产配置结构？那今天呢，我的这期视频啊，就是想把这件事儿讲清楚。台海局势它不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资产价格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每一条新闻都在被市场实时定价。那这条视频呢，我们不讨论政治，我们只讲财经的逻辑，只讲资产。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首先呢，我们从3个维度来看台海局势紧张，到底紧张在哪里？第一就是在国际层面。美国新政府的亚太政策仍然在重新定位。2025年已经不是大选窗口期了，而是新政府执政的第1年末的政策落地期。美国访华对台、对亚太的战略方向仍然处在调整过程当中，而这种不明朗本身就是一种风险。第二是在区域层面。军事和政治信号的频率在上升，我们不解读他们的动作啊，只看客观现象，包括对演训常态化时间更长、舆论对立情绪更强，以及台湾内部政治不稳定等等，这些都会被全球资本市场解读为地缘风险在抬升。第三就是在市场层面，资金变得更加谨慎了，因为当这种地缘风险和美股科技股自身的高估值压力叠加的时候，会进一步的导致市场波动的加大，风险偏好的下降。那一句话总结就是，市场其实不怕冲突，市场怕的是不确定性。那么台海局势到底如何传导到资产价格呢？我们可以用一个3层的冲击波模型来理解。第一层是短期的情绪冲击，可能持续几天。新闻一出来，市场第一反应就是避险，比如科技股下降，黄金上涨，美元走强，国债收益率下降。但是我们要注意啊，日元近年来的避险属性明显减弱了，这主要就源于日本央行维持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日元持续贬值的压力，它已经不再是典型的避险货币了。所以现在的避险资产呢，主要看黄金、美元和国债。第二层呢，就是中期供应链的冲击，可能会持续几周到几个月，核心就是半导体产业链了。市场关注的问题呢，首先包括台积电受到的潜在影响是什么？先进制程是否可能会分散？供应链的安全是否需要重新评估？于是我们看到苹果、英伟达、AMD 等公司的股价就受到了影响，阿斯茂的订单周期就有了变化。A 股的国产替代板块呢，也会被重新定价，科技行业整体会提升安全溢价。第三层呢，就是长期的地缘风险溢价了。这类风险啊不会消失，只会被反复的纳入估值。具体的表现就是企业的盈利模型更加保守，科技企业的库存提高，全球产能更加分散，科技股的估值被长期压制。这就是为什么全球科技行业现在越来越谨慎。那这些冲击具体体现在各类资产上。对 A 股来说呢，科技股是最明显的，但是它的韧性也不弱。台海紧张呢，会导致科技股的波动，但是长期影响更大的是产业格局。国产替代增强的逻辑更强了，能源安全、电力、煤炭这些板块是稳定器，央国企仍是确定性最高的资产。港股方面呢，波动更大，但是弹性也更强，它天然是风险敏感型的市场。地缘风险一升，科技股先跌。港币的联席汇率让全球资金更加敏感。但是港股的优势呢是估值低、弹性大，风险缓解之后呢回弹非常快。美股科技巨头最担心供应链的风险，台海紧张导致美股科技股下跌，不是因为政治，而是因为供应链。苹果、英伟达、AMD、特斯拉、亚马逊都严重依赖台积电。避险资产当中的黄金、美元、国债表现的最明显，黄金在上涨，美元走强，国债收益率下行，都是过去2年反复验证过的规律。那在固收方面呢，则是家庭资产的关键缓冲器了。地缘越紧张，利率越稳，固收越重要。国债低波动的固收产品会成为家庭资产的配置底盘。好了，那么面对这种局势，普通投资者应该怎么做呢？我建议大家采取3步策略。第一步，不要根据新闻做短线交易，因为当你看到新闻的时候，市场早就已经定价了。新闻驱动型的交易就等于情绪驱动亏损。第二步呢，是提升家庭资产的抗冲击能力。我给大家一个稳健的配方啊，比如固收类资产可以占配置的30%到40%，黄金占5%到10%，大蓝筹股呢占20%到30%，科技类的资产不超过20%，同时保留6到12个月的现金流。
不确定性越高的时候，你的底盘越重要。第3步呢是降低对台海敏感资产的单点敞口，包括不要全仓科技股，不要重仓高估值的半导体，不要压住单一行业或者某一家公司，因为我们要做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让自己的资产能够扛得住未来。总之，台海局势它不是一个战争话题，它也是一种长期被写进全球资产价格的风险因子。真正的高手不要去猜未来会怎么样，而是要让自己的资产具备抗冲击、抗波动、抗不确定性的能力。未来几年地缘风险会反复出现，但是只要我们的资产配置稳了，那外部世界怎么变化，我们都能稳稳地站在自己的生活里。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